欢迎回来。今天我们要来聊的东西，保证会彻底颠覆你对人体生理学的既有认知。老实说，这绝对是2026年生物骇客与抗衰老社群里一场最疯狂、最巨大的典范转移。我们即将揭开，他们究竟是怎么利用一个你以为早就熟到不行的东西，来进行最尖端的细胞修复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当听到褪黑激素这4个字，你脑袋里第一个浮现的是什么？大概就是个安眠药，对吧？或者是那种出国旅行拿来调时差的小药丸。但说真的，如果你到现在还只把它当成一种帮助睡眠的荷尔蒙，那就等于是拿一台超级电脑来当传统计算机用，超级可惜啊！这也是传统医学长久以来最大的一个盲点。准备好迎接震撼弹了吗？95%，没错，你绝对没听错。我们一直以来都被教导，褪黑激素是大脑深处的松果体专属制造的，对吧？但科学界发现了一个超惊人的事实，我们人体内高达95%的褪黑激素根本不是来自大脑，它们其实是由我们全身细胞里的发电厂，也就是粒线体自己全合成的。是你全身的细胞在制造它，这完全改变了整个游戏规则。好的，让我们马上进入第一部分，直接打破这些关于褪黑激素的巨大迷思。接着来到第二部分，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传统的微剂量吃法，在面对细胞衰老时根本已经不够用了。这里完全是2种截然不同的世界。传统医学通常会叫你吃个0.5到5毫克的微剂量，老实说，这充其量就只是发个化学讯号，去欺骗你的大脑说，天黑喽，该睡了。但生物骇客们可不这么想，他们的目标是使用饱和的超大剂量，不是要骗大脑，而是要实实在在的去灌溉那些已经疲惫不堪的粒线体，帮他们中和掉那些超具破坏性的活性氧。你可能会问，那如果我不去管粒线体，缺不缺褪黑激素呢？那你就等于把自己暴露在一个隐藏危机中，叫做发炎性衰老。随着年纪变大，生活压力变高，我们细胞自己合成褪黑激素的能力会直线下滑，这会让身体陷入慢性发炎，老化速度狂飙。如果你还只是拿褪黑激素来睡觉，真的是白白浪费了它超强的神经保护潜力啊！那么这些专业的生物骇客到底都是怎么做的？让我们进入第3部分，看看这些极端的进阶协议。100，你没看错，真的是100毫克。这听起来很疯狂，对吧？但这些骇客们使用的剂量，真的就是从20毫克一路狂飙到惊人的100毫克。为什么需要这么夸张的量？因为唯有这么庞大的剂量，才能形成足够强的浓度，直接硬生生穿透粒线体的双层膜，去确实保护里面一个超级重要的东西，叫做心磷脂。这根本是微观世界里的强大火力之源。不过关键来了，你不能只是抓一把药丸吞下去就算了，因为如果你透过肠胃道吸收，肝脏的首度效应会把大部分的褪黑激素直接破坏掉，这钱等于白花了。为了避开肝脏，生物骇客们会用很特定的方式，像是支持体滴剂、舌下含定、经皮吸收，甚至是非常高剂量的栓剂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强制把这些超强抗氧化剂直接送进体循环里。而且这不光是吃什么的问题，这是一个超完美的24小时回圈。早上一睁开眼，立刻照10万兆度的蓝绿光，瞬间把褪黑激素压到谷底。到了晚上，戴上那种能100%阻挡蓝绿光的深红色机能眼镜。最后，在睡前搭配智慧戒指的数据，精准同步微量剂量，这完全是在极致拉升你身体昼夜节律的正负啊！好的，先暂停一下，语气严肃一点。我们来到第4部分，这些极端协议绝对不是开玩笑的，我们必须谈谈严格的安全守则。第一个铁律就是绝对的禁使规则，你知道吗？褪黑激素其实会暂时抑制胰岛素的分泌，
这代表什么？如果你在睡前开心吃了一顿宵夜，然后又吞下超大剂量的褪黑激素，你的身体根本分泌不出足够的胰岛素来对付那些食物，结果就是引发极度危险的夜间血糖大飙升。所以大剂量前3小时严格禁食，这是完全没有商量余地的。第二个超危险的风险来自于营养品市场本身的黑暗面。如果你随便买那些没检验过的便宜货，你可能会引发五角色胺综合症，这是一种潜在的致命疾病。因为很多劣质的褪黑激素在合成时受到污染，里面混入了超危险的前体神经递质，这绝对是攸关性命的生物学危机，千万不能铁齿。这完美点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。数据指出，市面上居然有高达26% 的产品被验出含有危险的无氰色胺污染，这个是超过1/4的几率啊！这也再次证明了一件事：如果你想玩这种进阶的生物骇客操作，你绝对只能挑选通过 USP 或 NSF 这种第三方严格认证的平台。如果刚刚的污染还不够吓人，你听听这个数字。市售产品标示的剂量，实际测出来的偏差范围，居然可以从少给83%一路飙到超标478%，这简直像在玩俄罗斯轮盘，对吧？当我们在执行这种需要极度精准控制细胞的协议时，这种标示不实是完全无法容忍的。对生物骇客来说，精准度和纯度就是保命的底线。终于，我们来到第5部分，实现细胞级的逆龄，这才是我们追求极致优化的终极目标哦。这就是一切背后的生物学魔法，叫做线粒体自噬。当我们给予极高剂量的褪黑激素时，就像是直接塞给细胞一把万能钥匙，主动启动这个深层的清理大扫除。它会把细胞里因为高压而受损的发炎废物全部吞噬清空，同时死死保护住最珍贵的粒线体 DNA。这就是细胞能深层更新，甚至逆龄的最核心机制。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这场终极的生理大升级吧。一般人吃褪黑激素只求能睡得着，但生物骇客要的是什么？他们要最大化夜间的心率变异度，拉伸深层睡眠的比例，主动触发线粒体自噬，完美保护基因，最终大幅延长整体的健康寿命。这完全超越了传统医学的思维，这是一场新心灵的彻底进化啊！今天我们从一颗简单的助眠小药丸，一路深潜到了粒线体的防御核心，亲眼见证了褪黑激素是怎么变成抗衰老的终极武器。现在你手里已经握有这张重新定义健康的蓝图了，那么面对发炎与老化的威胁，你还要继续依赖传统的微小讯号吗？还是说你已经准备好要全面升级你的细胞生物学了呢？好好想一想吧，我们下次见。